台股站上4万点了，但你打开自己的账户，发现不仅没赚钱，反而还亏了不少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会彻底帮你搞清楚，为什么大盘涨你却在亏钱，为什么你总是买在最高点，卖在最低点，为什么金融机构赚得盆满钵满，而你却成了那个买单的人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不仅能避开90%散户都会踩的坑，还能拿到一套具体可执行的4步风控方法，帮你在这个疯狂的多头市场里守住你的本金，甚至实现稳定的收益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赚指数不赚钱的痛苦，或者你准备进入股市，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，因为它可能会帮你省下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学费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最近这段时间你是看着大盘涨，自己的股票跌，忍不住追高了那些热门股，结果马上被套，还是你早就清仓了？看着大盘天天涨，心里特别难受，你更后悔追高被套，还是后悔踏空没上车？请在评论区打出你的真实经历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。遇到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详细解答。如果你也有过这种纠结的心情，先点个赞，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和你一样，也让更多正在被这个问题困扰的人能看到这个视频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？每次大盘创新高的时候，身边讨论股票的人就会突然变多。你的同事在聊，你的朋友在聊，甚至你的家人也在聊。他们会告诉你，谁谁谁买了某只股票，1个月就赚了1倍，谁谁谁投了10万，现在已经变成20万了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焦虑，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在赚钱，只有你在亏钱。你看着自己账户里的绿色数字，再看看别人晒出来的红色收益，心里就像有蚂蚁在爬一样难受。这种感觉比你自己亏钱还要难受100倍。但你知道吗？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心理幻觉，而且正是这种幻觉，让90%的散户在牛市里亏得比熊市还要惨。你想想，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股票，当菜市场的大妈都开始给你推荐股票的时候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已经进入了疯狂阶段。这个时候进场的人基本上都是被 FOMO 情绪驱动的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公司，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，他们只知道别人都在赚钱，我再不进去就晚了。结果就是他们刚好买在了市场的最高点，然后等着他们的就是一轮又一轮的下跌。台湾证交所曾经做过一个统计，过去20年散户的交易损失长期高于法人，而且在2008年、2020年和2022年这3次大的市场回调中，散户的平均亏损幅度是法人的3倍还要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法人在市场疯狂的时候会慢慢卖出，而散户在市场疯狂的时候会疯狂买入。法人在市场恐惧的时候会慢慢买入，而散户在市场恐惧的时候会恐慌卖出。说白了，散户就是在做高买低卖的生意，而法人就是在做低买高卖的生意。你说这样下去，散户怎么可能赚钱？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亏钱，他们会把自己的亏损归咎于运气不好，归咎于市场不好，归咎于庄家太坏，但他们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一年交易多少次？10次、20次还是50次？很多人觉得我每次交易只赚一点点，积少成多不就行了吗？但你有没有算过，你一年交的手续费和印花税加起来有多少？我给你算一笔账。假设你有10万块钱的本金，每次交易的手续费是1/1000，印花税是1/1000，也就是说你每次买卖一次就要交2/1000的费用。如果你一个月交易10次，那一年就是120次，那一年下来你交的费用就是10万乘以2/1000乘以120，等于24000块钱。也就是说你一年什么都不用干，光是手续费就要交24000，你的本金要先涨24%才能回本。你觉得你一年能稳定赚24%吗？股神巴菲特的年化收益率也才20%左右。我觉得这是很多散户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隐形杀手，他们总觉得手续费一点点无所谓，但日积月累下来，这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很多人一年下来赚的钱还不够交手续费的，甚至还要倒贴本金。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店，每天都在开门做生意，但最后一算账，赚的钱全部都交了房租和水电费，自己1分钱都没剩下。你说这生意做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真的见过很多人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看盘，研究 K 线图，听各种小道消息，追涨杀跌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结果年底一算账，发现自己不仅没赚钱，反而还亏了好几万。而那些一年只交易几次的人，反而赚得盆满钵满。这难道不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吗？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把不该进股市的钱也投进了股市。什么是不该进股市的钱？就是你的紧急备用金，你下个月要交的房租，你孩子的学费，你父母的医药费，这些钱是你不能承受任何损失的钱。但很多人觉得，反正这些钱暂时用不上，放在银行里利息太低了，不如投进股市赚点快钱，等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就行了。但你知道吗？正是这个想法，让很多人彻底失去了在股市里赚钱的能力。因为当你用这些不能承受损失的钱炒股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完全变了。你会变得特别焦虑，特别敏感。股票涨一点，你就想赶紧卖掉落袋为安，生怕利润飞了。股票跌一点，你就会吓得睡不着觉，生怕本金亏完了，到时候没钱交房租，没钱给孩子交学费。这个时候，你根本没有办法理性思考，你所有的决策都是被恐惧和贪婪驱动的。我见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，有一个朋友去年把自己准备买房的首付一共50万，全部投进了股市。他说，只要赚个10%就够装修的钱了。结果刚投进去没多久，市场就开始回调。他的股票一下子就亏了15%，这个时候他刚好要交首付了，没办法，只能忍痛割肉，在最低点把股票卖掉。结果他刚卖掉，股票就开始大涨，不到1个月就涨了30%。你说这是不是最让人崩溃的事情？但这能怪市场吗？只能怪他自己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错了，他把股市当成了赌场，而不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地方。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缓冲的余地。所以只要市场稍微有一点波动，它就会被彻底淘汰出局。你要明白，股市最不缺的就是机会，但最缺的是本金。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甚至还借钱炒股，那你只要犯一次错误，就可能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。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最离谱的是有一群人，他们专门利用散户的这些弱点来赚散户的钱，而这群人就是你平时最信任的银行和券商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银行和券商的理财经理总是不停地给你打电话，让你买这个基金，买那个股票，让你频繁交易？他们真的是为了让你赚钱吗？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说白了，银行和券商的本质就是中介机构，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你的交易佣金，来自于你买基金的管理费，来自于你买理财产品的手续费。你交易的越频繁，你买的产品越多，他们赚的钱就越多。他们的绩效考核就是和你的交易量和销售额直接挂钩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理财经理的工资和奖金完全取决于你给他们创造了多少收入。我不是说所有的理财经理都是坏人，也有一些很负责任的理财经理会真心为客户着想。但从整个行业的逻辑来看，他们的利益和你的利益其实是冲突的。他们想让你多交易、多买产品，而你想的是怎么让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。这两个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矛盾的。这就像你去健身房办卡，健身教练会不停地给你推销私教课，他们真的是为了让你更快地练出好身材吗？有一部分原因是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收入和私教课的销量直接挂钩。你买的私教课越多，他们赚的钱就越多。同样的道理，你的理财经理给你推荐产品也是一样的逻辑。你以为他们在帮你赚钱，其实他们只是在赚你的钱。而且他们赚你的钱是稳赚不赔的，不管你是赚是亏，他们的手续费和管理费1分钱都不会少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假设你买了一只主动型基金，管理费是每年 1.5%， 也就是说，不管这只基金今年是赚是亏，基金公司都会从你的本金里扣除 1.5% 作为管理费。如果这只基金今年赚了 10%， 那你拿到手的是 8.5%。 如果这只基金今年亏了 10%，那你不仅要承担 10% 的亏损，还要再交 1.5% 的管理费，相当于你一共亏了 11.5%。 你说这公平吗？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冲突，所以很多理财经理会给你推荐那些手续费高或者佣金高的产品，而不是真正适合你的产品。他们会告诉你，这只基金最近涨得很好，那个股票马上就要拉升了，但他们不会告诉你，他们推荐这些产品能拿到多少提成。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说，那我不买个股，我不买主动型基金，我买 ETF 总行了吧？
ETF 不是指数基金吗？风险低，收益稳定，而且还有高股息。很多理财经理也会给你推荐 ETF， 说这是普通人最好的投资工具。但我要告诉你， ETF 也不是没有坑的，而且很多坑隐藏的特别深，90%的散户根本不知道。第一个坑就是 ETF 的溢折价问题。什么是溢折价？简单来说，就是 ETF 的市场价格和它的净值之间的差价。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净值，就是溢价；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净值，就是折价。很多人买 ETF 的时候根本不看净值，只看市场价格，结果就是他们花了110块钱买了一个只值100块钱的东西。你说你从一开始就亏了10块钱，后面要赚回来有多难？我见过最夸张的一次，某只热门 ETF 的溢价率居然达到了20%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你花120块钱买了一个只值100块钱的 ETF， 这个时候只要溢价回归，你就会直接亏损20%。而且这种溢价通常都是因为散户的疯狂买入造成的。当散户疯狂买入的时候， ETF 的价格就会被推高，远远超过它的净值。而这个时候，做市商和机构就会大量卖出，把手里的 ETF 卖给散户，赚走溢价的钱。等散户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价格已经跌回去了，留下散户在高位站岗。你知道做市商是怎么套利的吗？我给你简单讲一下。当 ETF 的价格高于净值的时候，做市商可以用一篮子股票向基金公司兑换成 ETF 份额，然后在市场上卖掉，赚走差价。这个过程几乎是没有任何风险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溢价存在，做市商就会不停的套利，直到溢价消失。而最后买单的就是那些在高位买入的散户。第二个坑，也是最容易误导人的一个坑，就是 ETF 的配息问题。很多人买 ETF 就是冲着高股息去的，他们觉得每年能拿到5%甚至6%的股息，比存银行划算多了，而且本金还能享受指数上涨的收益，这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。但你知道吗？很多 ETF 的高股息其实根本不是来自于公司的盈利，而是来自于你的本金。说白了，就是把你投进去的钱一部分以股息的形式还给你，然后告诉你这是你赚的收益。很多人拿到股息的时候特别开心，觉得自己赚钱了，但他们没有发现自己的本金其实已经变少了。这就像你把100块钱放进一个盒子里，然后有人从盒子里拿出10块钱给你，告诉你这是你赚的利息，然后盒子里还剩下90块钱。你觉得你赚了10块钱，但实际上你只是拿回了自己的10块钱本金，你的总资产还是100块钱，1分钱都没有多。我觉得这是 ETF 行业里最恶心的一个套路。他们利用散户喜欢高股息的心理，把本金返还包装成股息收益，吸引散户买入。很多人被高息吸引，根本不去看 ETF 的底层资产，也不去看它的配息来源，结果就是他们拿着自己的本金当成收益，还傻傻的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工具。那怎么判断一只 ETF 的配息是不是来自于本金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看它的净值走势就行了。如果一只 ETF 的股息率很高，但是它的净值长期是下跌的，那它的配息大概率就是来自于本金。因为如果它的配息真的来自于公司的盈利，那它的净值应该是稳定上涨的，至少不会长期下跌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难道我就不应该投资股市了吗？当然不是，股市依然是普通人实现资产增值最好的渠道之一。但问题是，你不能用错误的方式去投资，你不能被情绪驱动，不能被别人忽悠，你必须建立自己的投资体系，建立自己的财务防火墙。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投资要理性，要设定停损停利，但为什么真正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？因为人性是贪婪的，也是恐惧的。当你的股票涨了10%的时候，你会想，要是再涨10%就好了。等涨了20%的时候，你又会想，要是能涨50%就好了。你永远不会满足，你总觉得还能涨得更高，结果就是你眼睁睁地看着利润一点点消失，最后甚至变成亏损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。有一个朋友买了一只股票，从10块钱涨到了20块钱，已经翻倍了。我劝他卖掉一部分，锁定利润。他说不急，这只股票还能涨，目标价30块。结果没过多久，市场开始回调，这只股票从20块钱跌到了15块。这个时候他又说，我20块都没卖，15块卖了，太可惜了。
等涨回20块我就卖。结果这只股票最后跌到了8块钱，它不仅把之前的利润全部亏光了，还倒亏了20%。你看，这就是人性的贪婪，你永远想赚最多的钱，但最后往往什么都赚不到。而当股票下跌的时候，人性的恐惧和不甘心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。当你的股票跌了10%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没关系，很快就会涨回来的。等跌了20%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我都已经亏了这么多了，现在卖掉太可惜了，再等等吧。等跌了30%的时候，你已经彻底绝望了，干脆就不管了，把账户关掉，眼不见心不烦。结果就是你越套越深，最后可能要等好几年才能解套，甚至永远都解不了套。很多人会说，只要我不卖，就不是真的亏损。但你要明白，浮亏和实亏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。你的资产已经缩水了，这是一个客观事实，不会因为你不卖就改变。而且你把钱套在一只下跌的股票里，就等于放弃了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，这就是机会成本。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觉得散户最大的认知死角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他们总觉得只要我坚持下去，总有一天会涨回来的。但他们没有想过，有些股票一旦跌下去，就再也涨不回来了。比如那些被退市的股票，那些基本面已经恶化的公司，你坚持的越久，你亏的钱就越多。其实克服人性的弱点，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则，并且严格执行这套规则。接下来我会给你一套具体可执行的4步行动指南，只要你严格按照这4步去做，你就能在这个疯狂的多头市场里守住你的本金，并且实现稳定的收益。这4步是我从过去10几年的投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，也是无数散户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。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建立你的财务防火墙。什么是财务防火墙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你的钱分成3桶。第一桶是紧急备用金，这笔钱要足够你覆盖6到12个月的基本生活支出，这笔钱绝对不能投进股市。你可以把它放在活期存款或者货币基金里，随时可以取用。这笔钱的作用就是当你遇到意外情况的时候，比如失业、生病，你不用被迫在最低点卖掉你的投资。我一直觉得紧急备用金是你投资的底气，有了这笔钱，你就不用害怕市场下跌，你就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市场反弹。没有这笔钱，你就像在战场上没有穿盔甲一样，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杀死。第二桶是你未来1年内需要用到的钱，比如你明年要买房的首付，你孩子明年要交的学费，你计划明年去旅游的钱，这笔钱也绝对不能投进股市。你可以把它放在定期存款或者短期理财产品里，保证本金安全，收益稳定就行。第3桶才是你的投资资金，这笔钱必须是你3到5年内都用不到的闲钱。只有用闲钱投资，你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你才能承受市场的波动，你才能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反弹。我觉得这是投资的第一原则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则。很多人之所以在股市里亏钱，就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违反了这个原则。他们用不该进股市的钱炒股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保持理性，没有办法等待。只要你建立了这3桶金，你就已经赢了90%的散户。因为你有了等待的能力，你有了和市场对抗的资本。第2步就是重新检视你现在手里的所有投资部位，不管是股票还是基金还是 ETF， 全部都拿出来，一个一个地看，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我现在没有这只股票，我会不会在今天这个价格买入它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你就继续持有；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你就应该马上卖掉它。很多人会说，我这只股票已经亏了20%了，现在卖掉太可惜了。但你要明白，过去的亏损已经是沉没成本了，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你现在的决策。你现在要考虑的不是你过去亏了多少钱，而是这只股票未来还能不能赚钱。如果它未来不能赚钱，那你持有它越久，你亏的钱就越多。这就像你买了一张电影票，看了半个小时，发现这是一部烂片，这个时候你应该马上站起来走人，而不是为了不浪费那张电影票，硬着头皮把2个小时的烂片看完。因为你继续看下去，不仅浪费了钱，还浪费了时间。同样的道理，
持有一只没有未来的股票，不仅会让你继续亏钱，还会让你错过其他更好的投资机会。我知道卖掉亏损的股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，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错了。但你要明白，在投资市场里，犯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没有人能每次都做对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不犯错，而是能及时改正错误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第三步，就是为你手里的每一个投资部位写下明确的停损停利标准。注意，是写下来，不是记在脑子里。因为记在脑子里的标准很容易被情绪影响，很容易被你自己找借口推翻。只有写下来，贴在你电脑旁边，你才能严格执行。至于停损停利的比例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设定。比如，你可以设定 15% 的停损和 30% 的停利。也就是说，当你的股票下跌 15% 的时候，不管后面会不会涨，你都要马上卖掉。当你的股票上涨 30% 的时候，不管后面会不会继续涨，你也要卖掉一部分锁定利润。很多人会说，这样会不会太死板了？万一我卖掉之后，股票继续涨怎么办？我想说的是，投资没有完美的决策，只有正确的决策。你不可能每次都卖在最高点，也不可能每次都买在最低点。你能做的就是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规则，然后严格执行这套规则。这套规则可能会让你错过一些利润，但它也会帮你避免更大的亏损。从长期来看，这绝对是值得的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明明设定了止损，结果到了止损点却舍不得卖，你会告诉自己再等等，明天可能就涨回来了。结果明天不仅没涨，反而跌得更多。这个时候你就更舍不得卖了，最后越套越深，无法自拔。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停损停利标准写下来的原因。写下来就是为了防止你自己找借口，防止你被情绪影响。第四步就是开启自动化的定期定额投资。什么是定期定额？就是每个月固定的时间，用固定的金额买入固定的指数基金或者 ETF。比如每个月1号用5000块钱买入沪深300指数基金。定期定额投资的好处就是它能帮你克服人性的弱点。它不用你择时，不用你每天盯着大盘看，不用你在市场疯狂的时候追高，也不用你在市场恐惧的时候割肉。它会自动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帮你买入更多的份额，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帮你买入更少的份额。长期坚持下来，你的平均成本会非常低，你的收益也会非常稳定。我一直觉得定期定额投资是最适合普通人的投资方式。它不需要你有太多的专业知识，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只要你能长期坚持，你就能获得市场的平均收益。而市场的平均收益已经能跑赢 90% 的散户了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定期定额也有一个前提条件，那就是你必须投资那些长期向上的指数，比如沪深300指数、标普500指数。这些指数代表了一个国家最优秀的公司，长期来看，它们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涨。如果你投资的是那些长期向下的指数，或者是那些垃圾股票，那定期定额不仅不能帮你赚钱，反而会让你越亏越多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这4步听起来很简单啊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到，因为它需要你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，需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和纪律。很多人都知道这些道理，但就是做不到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散户在股市里都赚不到钱的原因。其实很多人对财商有一个误解，他们觉得财商就是能赚很多钱，就是能一夜暴富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财商不是让你一夜暴富，而是让你能留在市场里长期生存。投资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100米冲刺。很多人跑得很快，但跑着跑着就摔倒了，就退出了比赛。而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能一直跑下去的人。他们可能跑得不快，但他们很稳，他们不会轻易摔倒，他们能一直跑到终点。我见过很多人在牛市里赚了很多钱，然后在熊市里又全部亏回去了，甚至还倒亏了本金。他们就像烟花一样短暂的辉煌过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而真正能在股市里长期赚钱的人，都是那些非常保守、非常注重风险控制的人。他们首先想的不是能赚多少钱，而是会不会亏钱。他们先求不赔，再求获利。正是这种保守的投资理念，让他们能在市场里生存几十年，最后积累了巨大的财富。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也犯过很多错误，
我也曾经追高过热门股，也曾经被套牢过，也曾经舍不得止损，结果越套越深。正是这些错误让我明白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，也让我总结出了这4步行动指南。我现在把这些分享给你，就是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，不要用自己的真金白银去买这些教训。其实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投资没有那么复杂，也没有那么神秘，它不需要你有很高的智商，也不需要你有很多的本金，它只需要你有正确的理念，有足够的耐心，有严格的纪律。只要你能做到这些，你就能在股市里赚到钱。如果你也想学习更多理性投资的方法，避开那些看起来很诱人的陷阱，建立自己的投资体系，那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会每周分享最实用的投资干货，帮你少走弯路，少踩坑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更多的人能学会理性投资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，在这个疯狂的市场里，最珍贵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你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当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时候，你能保持冷静；当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，你能保持理性。做到这2点，你就已经赢了90%的人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，涉及到具体的投资决策，请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，不要盲目跟风，也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入股市，理性投资才能走得更远。